Hello， 大家好。那我们继续适应性 COT 控制的影片哈。那我们这个影片呢，就来解释以及回答上一次的那个影片所留下来的两个问题。还记得两个问题是什么吗？那上次我们说到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COT 控制它在使用的时候第一个限制应该说是两个限制当然也是两个问题在设计上是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限制就所谓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 T 用是固定的，所以它在使用上很容易进入一个变频的状态。那如果你的使用不喜欢这个变频的状态呢，就会很麻烦。第二个呢，因为它需要用比较器去做这个迟滞控制，所以它的 ripple 呢是不能太小。那如果你要你现在就是不能太大，怎么办？所以我们在上一个影片所留下来的两个限制，或者说称为两个问题呢，就这两个。那接着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来思考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这画面上呢是COT 控制的典型的一个方块图。那我们先要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变频。那我们先看到第一个上面这个框框呢，我们称为叫 T on generator， 就是决定 T on 的时间的这个 generator。那你在开始之前呢，先可以思考一个物理的基本问题嘛。T 用是固定的，所以才会变频。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把频率限制在一个范围内，那么你的 T 用呢就必须被改变这个是一个很烧脑问题因为你说你 COT 就是要 constant on time 嘛，可是你又不想要变频，所以你必须是 adjustive 的一个on time， 也就是说你的 on time 必须可调。所以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头脑就混淆掉了。事实上，你可以这么想象在瞬间加卸载的时候就瞬间改变很大的时候呢，它的 on time 是不变的，然后它赶快让输出呢稳在它想要的一个设定值。当稳定之后呢，它会再去慢慢的去微调它的 T on 时间。做什么？当我去微调它的时候，我的频率就会改变，又回到我想要的一个频率。所以瞬间在做动态反应的时候呢，事实上它的 T on 是固定的，所以频率会改变。但它进入那个 steady state 就稳态的时候那那个 T 用时间呢就会被微调到什么时候？微调到频率又回来了。那所以在 steady state 的过程中呢，它的频率呢就会变成定频。那 T 用呢是不固定的它就变成有这个一个交跃时间。但结束后呢 ，T 用时间又会被固定下来它就是大概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个所谓的 T on 的 generator。那讲到 T on generator 呢，就要先理解 T on 的时间的决定呢，来自于上面这边有一个电容叫 CT on。那 CT on 当它被一个 IT 所充电的时候，它电压慢慢上升到什么时候？上升到 VTH 这个设定值。那 VTH 又等于 K3 乘以 Vout 就这个它就会透过 V0 这个地方low pass filter 去得到 Vout， 然后比较得到这个时间到了，它就把这个主开关turn off。那反过来讲，它的互补讯号就会 turn on 嘛。那 turn on 呢就会回过来将我们 T on 放电，这个 C on 呢就会被放电，那放电就会重新来过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充放电时间。那反正T on 就是它的充电时间，那充电的速度就来自于 IT 有多大嘛。那这 IT 呢又等于 K2 乘以 V reference， 就这一只脚，就这一只脚 V reference。那 V reference 又等于外面这个电阻我们称为叫 K1 应该说这个分压比例称为叫 K1 乘以 V in。那所以整个来说T on 的这个充电时间呢，事实上就等于 CT on 乘以 K3 乘以 Vout 除以 K1 K2 V in。那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个充放过程中呢是透过这个 C on 去做的，那顶到的电压值呢就是 VTH所以 K1 K2 K3 就这么引入这个一个数学式。那我们都知道这种 buck 这个输出电压 Vout 事实上除以 V in 就是我们的 duty。那也可以这么说 T on 呢事实上就等于 duty 乘以我们的周期时间嘛。那所以你可以把它简单的化整一下，其实 T on 也等于输出除以输入乘以你的这个周期时间。那把这两个 T on把它摆在一起，左右两边摆它们的恒等式，
就可以得到我们最终的这个恒等式等于 CTon 乘以 Vout 除以 KVin 又等于 Vout 除以 Vin 乘以 TS 就是周期时间。那这个 K 是什么呢？ K 事实上刚刚上面忘了说哈 ，K 事实上就等于什么 ？K1 乘 K2 分之 K3， 其实就是 K1、K2、K3 这三个参数把它整合成一个而已。这三个都是固定量嘛，所以把它整合成一个就可以了。所以 K 就是等于 K1、K2 那除以 K3， 因为它是放在分母。好，那这个式子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事实上维持上面这一个恒等式嘛，所以事实上左边的 CTon 乘以 Vout 除以 K 乘 Vin， 事实上就是所谓的 Ton， 就我们导通时间。那右边呢就是刚刚那个基本的 buck 的 duty 计算法嘛，输出除以 Vin 乘以我们 TS。那左边有 Vout Vin， 右边有 Vout Vin， 如果把这两边做消等呢，所以就可以得到一个很简单简洁有力的式子了。原来 TS 周期时间这种频率导数其实就是等于 CTon 就里面这个电容的充电时间嘛。那么也就是这个充电时间呢，事实上就是除以 K 而已。这个 K， 那 K 还记得是什么吗？ K 就是 K1、K2、K3 嘛。K1、K2、K3， 那 K1 是在哪里呢？ K1 是在外面这个分压电阻，是可调的。那 K2 呢是这个电压换算成电流的一个转换比例，这是固定的 ，IC 设计好就决定了。K3 呢也是在这个 low pass filter 里面所决定的，是不能动的。所以也就是说，我想要改变我的 TS， 我的那个周期时间，我的切换频率，我只要去改变我的 K， 那么 K 其实就是改变外面的这一个分压电阻的比例，就可以直接微调我们的频率了。所以频率是可以被改变的，但是改变完之后呢，这个式子就会决定下来，那么我的切换频率就会是固定的。所以其实很简单，就这样的一个简单推导过程。那如果你需要再更简单的想法呢，其实就很简单了，它把 Vin 读进来做补偿而已，就这么简单就多了一个 Vin因为我们刚刚说过嘛，它的变频来自于它的 Vin， 所以呢，你就是把 Vin 把它抓进来，它里面就会去做补偿，那补偿的结果就是会得到一个固定的频率了。那调整呢，因为你设计总有一个你想要的频率范围嘛，所以就说如果你需要调频率，就调外面这个分压电阻就可以决定一个很小范围的一个频率变化。频率改变了，那我的那个 ripple 很大，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就要看到下面这一个方块了。这个方块呢，很简单的道理既然这个 ripple 在我们进我们的补偿这个比较器之前这个讯号太小，这个地方太小怎么办？那就可以回头看嘛。事实上我的 ripple 事实上还是来自于外面这个分压电阻。那这个分压电阻假设 ripple 很小怎么办？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方框，这个方框呢，这个区块呢的功能就是帮我放大我的这个回收讯号。所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小区块的局部功能。这个小区块可以这么看事实上它是透过一个所谓的跨岛运算放大器 OTA， 常常看到这个缩写叫 OTA， 那中文翻译呢是跨岛运算放大器。事实上它就是把电压转成电流，电轮乘上那个阻抗又恢复成电压大概你可以这样想象它。那 Vcomp 这一点那个雷射笔停的这个位置，Vcomp 这一点的电压简单的公式就是等于 Vreference 加上1/2 Vpp。那 reference 呢我们先假设我们 reference 用的是这个 IC 呢是 0.8 伏，那 Vcomp 呢这个电压呢就会等于 Vreference 加上1/2 Vpp。那1/2 Vpp 哪里来呢？其实是来自于那个 VFB 就这一只脚。那总 total 来说这个公式就是 Vreference 等于gain of OTA， 就是这个 OTA 的增益，这分之什么？分之 Vcomp 减 Vreference。但事实上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 Vcomp， IC 里面是 Vcomp， 所以你可以这样反过来看把那个 gain 往左移是什么？乘。所以首先到 Vcomp 这个地方呢是什么呢？到 Vcomp 这个地方是 VFB 这只脚的讯号，先乘以一个 gain， 先被放大。放大之后，我们继续看左边的图左边我把我的 gain 往左边移变乘之后呢，这边是什么 ？reference 是减，移过来变什么？变加。所以 Vcomp 其实很简单 ，Vcomp 这一只脚事实上又等于什么？等于 Vreference
feedback 这个回溯讯号乘以 gain， 再加上我们的参考电压，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那个 Vcom 了。所以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我的回溯讯号本来是应该是一个ripple， 然后载在一个offset 上，经过这样的一个运算之后啊，我们的那个整个 feedback 讯号是叠到我们的 reference 上的，是叠上去，比它大哦，就是这样的叠上去的。那经过这么一做之后啊，就简单了，底下这条线就是我的那个 reference， 就是很明确的一个 reference， 上面呢就是我叠加上去的一个回溯讯号。那这个回溯讯号呢又被放大过了，所以就算我这个 ripple 很小，我透过跨岛运算放大器之后，我的 reference 在下面不变， reference 没有被放大哦，但是我的回溯讯号被放大了。假设我的跨岛够大，我放得更大，那我的源头就可以更小。那么也就是说，你可以设计一个什么呢？我的 ESR 呢，这个是有一定范围的，很小。那我只要一点点 ripple， 我经过这个放大功能之后呢，我的 ripple 被放大了，所以我就不怕外面是小的。当然也不能小的太夸张，因为这个那种跨岛运算放大器它争议它是有限的。争议太大的话，它的那个响应会变慢这个你要自己知道，这基本的一般来讲就是5级赫不能赫啦，就是说不能赫的西赫嘛，这个要自己知道。我一直放大它也不是好方法，因为我们的争议的跟响应速度它其实是成一个对比的现象，反比的现象那所以呢这个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跨岛运算放大器将我们的回溯讯号放大，然后叠加到我们的 reference 上。那经过这么一做事实上顺便也改善什么呢？顺便改善了你的 DC regulation， 就是你直流的那个调整能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那以 Microchip MIC 2101的一个简单范例这是简单的结果来看，就可以看得到，当你设定你的那个频率之后它在输入变压的变化过程中，你就可以看到它是基本上它都维持在大约550 kHz 的这个范围内。当然它会上下跑，因为我们 K 值跟它是一个是从我们的输入回收回来的，它基本上呢，这只是其中的 K， 还有另外2颗 K 是在我们的那个IC 里面。那这个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些变量的存在，那它就会造成一定范围的一个变动，但是它至少都不去补偿它，是大范围的，可能比如说从 250K 跑到 750K 去了它这样的一个大范围就被抑制，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典型的结果。那么同时它也可以增加它的那个调整率的一个特性，应该说它的表现就会非常良好，就看得到比如说我们输入电压的变化范围，那就可以看得到它的调整率呢是被改善了，还是就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的误差。为什么这个呢？其实你可以反过来看我们的增益跟我们输入电压是有关系的。当我输入电压很低的时候，我增益变很小，很小呢，你的误差就会变大，一般是这样子。那我们反过来去补偿我的 Vin 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对于为什么输入电压跟我们的 regulation 就是你调整率有关呢，你不要忘记一般的 buck 转换器输入电压变低 PWM gain 下降，那你的那个整个波德图的 DC gain 是下降的，那这样一来一往，你的调整率就很差，因为你的增益被下降了，误差就看不到了。那一定的误差才看到的情况下呢，你的一般在轻载这个低压这个地方调整率就会很大就这个原因。所以呢这个影片呢我们就解决了上一个影片所留下来的2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了，还记得吗？是什么？回顾一下，第一个变频问题，第二个我们的电压调整率，也就是我的 ripple是被改善下降的。那最后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同一个系列里面的MIC 2128，那它的输入范围因为它是高整合的它输入范围可以从 4.5 到75伏都可以使用。那它的频率呢是programmable， 就是它可以被设定的，也就可以看得到画面上这一个 frequency 这只角。那这个角还记得我们刚刚说的是哪个 K 吗？自己回想一下，输入电压进来乘以一个电阻，还记得吗？那个 K， 那这个 K 呢就是让你调整你的频率范围了。比如说这一颗就可以从 270K 调到 800K 这个范围，你调完之后它的输出频率就会大致落在你设定的那个范围内。
那因为这个这颗 IC 很特别哦，它的最低可以到 4.5 伏，那最高是75，那最低就会衍生一个问题，我们在前面讲过一个叫 bootstrap， 就自举线路这个 BST， 那 BST 基本上就是你的低压是多少，它就可以把那个电压把它举上去，对不对？但是呢，它不能升压，它只帮你举到你的 high side 去而已。那这时候就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电压太低，那你的效率就会下降，说怎么办？所以呢，这个 IC 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它又提供一个功能，是你可以产生一个 auxiliary， 就是你的辅助的 bootstrap LDO， 你说你可以给不同的电压，让你的系统的效率啊是可以改善的，一般的 IC 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啊，那它也帮你整合里面的带有的，所以你的 bootstrap 呢在外面是找不到带有的啊。那顺便这个其实就是缩小体积嘛。那它的 soft start 可以调整，以及它的那个 current limit 是可以设定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有趣的 IC 啦。顺便在这个系列影片里面多一点给大家应用上的一个参考。OK，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观赏，谢谢，拜拜。